10年前，他是中国电信上海公司西区静安分局的线务员，身边是10名年轻人组成的 FTTH 光纤入户攻坚队。10年后，他是上海电信专为高级专家，全国劳动模范，身后是数十万人次的一线专为人员授课。他不仅是见证者，更是走遍上海4000多个小区的推动者。他就是上海电信劳模天团中的解体担当徐俊。让我们一起走进徐俊工作室。我们的实验室是在公司董事室和工会的大力支持下成立的。现阶段主要的目标是研究家庭及企业场景下全光组网中的布线和组网技术。同时，这个实验室也得到了华为、中信、烽火、普联、日线、信通等企业的支持和帮助。2018年底，我们工作室就开始了全光组网的研究。起初的目标就是如何将1000兆宽带的速率优势充分发挥出来，便开始着手研究超1000兆的局域网。其中一种形式就是全光纤组网。光纤频宽较双绞线电缆宽得多，宽带介入速率可以进一步得到提升。同时，光纤不怕电磁干扰，更为稳定可靠。光纤光缆的价格对铜线而言要便宜许多。通过 FTTR 会进一步打破一些家庭局域网的速率瓶颈，提升 WiFi 感知，为需要更高、更快、更稳定的带宽的业务夯实物理层的基础。从拨号上网到如今的双千兆第一城，从 FTTH 到 FTTR， 其中的道路艰难困阻，离不开的是一线专为人员付出的热情与汗水。那么 FTTR 全光组网改造在一线专为中的难点在哪？电信光纤到户后面的发展又会是如何？ FTTR 技术是否能够普及？ FTTR 全光组网改造难度还是很大的。可以试想 FTTH 用了近10年时间普及光纤到户，面对更为复杂的室内布线组网环境，改造难度会更大，消耗的施工时间和成本会更高。加之家庭布线当中暗管质量参差不齐，很多客户不一定能接受重新铺设光缆组网的情况。那么我们的解决方法呢，有以下几种。第一种呢是制定白皮书。中国电信上海公司呢积极配合通管局，协助起草了上海市住宅和商务楼宇 FTTR 光网络布线白皮书，为 FTTR 光网络的普及推广开好了头，明确了基础布线的方向。第二个呢是重新建，针对新建的办公和住宅楼宇，加强宣传推广概念，积极推动新建住宅和商务楼宇的全光组网配套，为今后 FTTR 发展打好基础。第三是抓赋能。中国电信上海公司加强一线的专为赋能，通过培训提升技能，改善工期区的配置情况。各个区局成立了专门的攻坚力量，提高 FTTR 安装交付的成功率。我认为未来一定属于全光网络，但在现阶段要重视光同并进的发展路径，因为 FTTR 全光网络发展需要一定的时间，这个过渡期可能在5到10年，这得看整个产业链的发展情况，也取决于刚需应用的牵引和拉动。过渡期内应重视光同并行的发展的思路，因为双绞线电缆，例如超5类线和6类线，100米内也能突破1000兆，而且已有双绞线辐射较多，无需改造，充分利用就能形成超1000兆业务。全光组网的发展离不开宣传普及，离不开施工交付的攻坚，离不开整个产业链的共同发展，更离不开强势应用的牵引和拉动。需要有更多的企业投入，铺好路，造好桥，让更多的应用跑起来。同时也需要广大用户的理解和支持。如果现在装修布线，建议提前铺设好光缆局域网，为今后全光组网做好准备。